Welcome, welcome，不对。Welcome, welcome, welcome！ 大家好，我是神木。看到我这个熟悉了我的房间的布景。对，今天的影片呢，又是跟我住在一起这些动物们有关。那今天我们要介绍是什么动物呢？今天我们要介绍是这个。这是一只已经养了3年多，将近4年的黑秃尾蝎，它来自南非靠近纳米比沙漠的地方。看到它的螯肢这样是显得很小，但是它的尾部的这个遮针呢是特别粗大的，所以由此可见它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烈的蝎子，可能有致命的风险。对，在养这种多半是沙漠蝎啊，总之就是一些高毒性的、有这种致命风险的蝎子，要么就是你的饲养容器要特别高，让它爬不出来；要么就是一定要附上上盖，总之不要让它跑出来就对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当然也是要帮我们这一只蝎子换到一个更大的家具，因为前几天是那个植方市集，就有一些像一些可能动物啊，一些爬虫啊，可是多半是植物为主的摊位。那我那时候在会场就刚好买了一袋这个，它本来是给一些块根啊、一些沙漠植物用的这种底材。那我发现呢，因为它这个底材啊有大有小，感觉非常有这个质感跟层次感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拿来养我们这个沙漠型的蝎种。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饲养环境改造环节吧。好，那首先第一步呢，就是要移动我们的蝎子哦。因为这种沙漠蝎呢，刚说到它的毒性是比一些一般的森林蝎类是还会强烈很多的，所以绝对切勿上手。但如果要移动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这样，用这种长的镊子，用夹子夹住它的尾部，或者是用驱赶的，把它赶到另外一个容器里面。先这样从它的通常是尾部的最后一节提上来，夹进来，然后再把这个盖住，盖起来，这样它就不会跑出来了。这样它就被我们很安全的先隔离在这里面。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底材哦，它其实是用水族沙。我觉得对这种沙漠型的各种，比方说茄子也好啊，爬虫也好，我觉得都不是非常理想。所以我当初才会买这一包底材。我觉得它的选材上，我觉得更适合一些沙漠型的爬虫啊、节肢来使用。再来呢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改造的，这原本是我养鼠妇的盒子哦，因为原本有一些苔藓啊，有一些小植物之类的，然后还没在养鼠妇之后，这个盒子就荒废了。但其中还是不乏有一些可以重复利用的材料哦，像这个石头。还有这边有一块树皮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在我们这个沙漠主题的造型缸里面使用。OK，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缸里面呢需要用到的材料我先收集起来，还有其他不必要的材料我都会先丢掉。OK， 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后，我们已经把基本上我们这个缸已经净空了，然后一些可以用的材料也都拿出来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准备来放我们的这个沙漠底材，然后再把这些看要怎么编排吧。总之，只要希望它速度舒适就可以了。还好，我原本还在担心一包会不会不够，看起来应该够多，应该没问题。我们稍微摇均匀一点，把一些这种大的颗粒啊，平均分配一下。我想要这边当前景，所以这边的沙子要往后面拨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刚文整理出来这个石头呢，也可以先放进去。这样看起来不错吗？好像不错。再把树皮呢放进去，多给我们的蝎子一点躲藏的空间。那这种看起来好像比较大片的，可以剥小片一点。稍微调整一下呢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OK，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黑粗尾蝎的这个生态造型缸。那如果确定呢，一切都没什么问题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把我们的蝎子放进去了。来吧，来准备让我们的黑粗尾蝎感受一下这个乔迁之喜。虽然它的夹子正在拼命抵抗我。这黑粗尾蝎呢，在全球的这种致命毒蝎这种毒性的排行榜，应该是算是前10名有，所以呢要注意，不要被它扎到。虽然有一点
不是往我想要的地方走，但至少它算是平安的入住它的新居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一直换掉这个大空间的感觉，给它一点时间慢慢探索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应该相对我来说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的，因为少了上一集那种手作的环节，它会省了不少力气。那如果说你也是喜欢这种另类冷门宠物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在下面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分享给那些同样也喜欢这些冷门宠物的亲朋好友们。那就这样子，我是神木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